為什麼利瑪竇救了兵部侍郎全家，卻依然被對方像丟掉一件舊衣服一樣打發走？這種報恩不如避禍的冷酷做法，究竟是文官制度下的官場求生欲，還是中國式厚黑學裡那種利用完你再把你一腳踢開的極致利己主義？為什麼在中國，個人犧牲常常被讚美，卻很少被追問是否本可以避免？為什麼在中國社會中反復地制造危險，卻要求人們用信仰、忍耐和順從去承受？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，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，讓大腦升級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。第8章，史方喜神父逝世。就在对強盜們開庭審理的期間，在1593年11月5日，史方喜神父蒙召獲得永生的酬獎。短短幾天功夫，他就因高燒而去世了。他是那些短期內完成若干年工作的人們當中的一個。史方喜神父來自羅馬近郊弗爾薩教區修道院，他在童年就被送進羅馬耶穌會學院求學，他在那裡過着高尚有德的生活，是聖母會的成員。完成哲學課程後不久，他被接納入耶穌會。在此期間，他公開為整個課程辯護，得到在場的人的一致讚許。朋友和外人都高度評價他的精神品格和他處事的老成涵養。如前所述，他在日本使臣從羅馬返回的途中，和他們一起來到東方，奉耶穌會視察員神父之命參加這次傳教。他從日本乘船到中國，不顧肇慶的騷亂，也不顧預計中收穫的微小。他不怕邵州的惡劣氣候，或者他所代替的那位教士的死亡。相反地，或者是无视，或者是隱蔽起對他這一任務的畏難情緒，他馬上接受他所擔任的職務。史方喜神父本人就是謙卑的體現。死前的幾天，和一位教友助手談到堅持聖職的事。他說他聽到聖母的聲音對他說，鼓起勇氣，繼續在我子耶穌的會中工作，堅守你的聖職。當他轉身尋找聲音的來源，就立刻看見了聖母的肖像。他自言自語說這件事。在他最後病重期間，他要求把一首讚美聖母的詩放在他的床上，使他好經常誦讀。看來肯定的是，史方喜神父在死前很久，已經感到了死期臨近。有一天，桌子上擺了一碟醃肉，他看見時就用一本正經的腔調說，他自己的生命不會像那碟肉保留的那麼久。當時談吐是輕鬆愉快的，在場的人認為他這話是開玩笑。生命前不久，有位神父對他說，那碟肉都已經吃光了，可他還活着。他糾正這話，說還有些留在櫥櫃裡。就在這時，史方喜神父病重死去了。別人發現所說的肉尚未吃完。他剛得病時，他們沒想到他有生命危險，因為他身體強壯，精力旺盛。病危之前，他坐在床邊，比往常更認真地向利瑪竇神父做懺悔，然後站起來向他擁抱告別。利瑪竇神父認為，或許他的心情已經開始錯亂，就叫他坐下休息，保存元氣。史方喜神父含淚嘆息，回答說，我知道我害的是什麼病，我知道我要死了。請別那麼說，利瑪竇神父回答說，你若死了，你就要增加我把你的遺體運回澳門，並找別人來代替你的多重麻煩。這番話指的是麥安東神父的遺體仍等待着運走，而神父們不知如何辦才好，正在為此在不必要地發愁。病人的答复是平靜的，他說，你完全不用擔心怎麼料理我的後事，也不用擔心要找人接替我。他的話結果都是真的。澳門的人正要得到他的死讯時，一個修士派一艘船從省城駛往邵州，這艘船就把2具遺體送往澳門神學院的墓地安葬。大批的人從城裡到這兒來，當船靠近時，他們聚攏在岸邊，然後隨着宗教團體列隊送葬到墓地。神學院院長孟三德神父做了安葬講話，他在講話中勉勵了參加偉大的傳教事業的人，而這2位神父就是為此工作的。他這樣向他們保證，傳教士之死終究能增強戰鬥的教會。他正把2位代理人送往天上勝利的教會，去尋求教會事業獲得成功。
這兩位神父死於2年之內。在利瑪竇神父的教導下，他們在學習中國哲學方面進步神速，以致一旦克服了開頭的困難之後，他們還有空餘時間進行寫作。這樣，正在準備收穫果實的時刻，就損失了教團的2個幾乎是壯勞力。也許上帝因為被這個民族的罪孽所激怒，才允許出現這樣的事。現在讓我們介紹接替教團所失去的這2人工作的神父，郭居敬神父。也是和日本使臣一起從歐洲来的，但他被留在印度。院長神父任命他管理捕魚海岸的傳教邊區。史方喜神父意外去世時，他就被派到中國教團去。還有2個人被派去擔任這個職位，但他們留下來完成他們的神學課程。新來者的出現給教團增添了許多快樂和嚴肅，於是神父們比較安全地工作。但持續存在的安寧氣氛，並不是沒有一種經常的恐懼感，儘管它本身並沒有多大危害。該省的新長官就是款待史方喜神父的人，仿佛他是被他的前任所招來的。現在已經是他任職期的第3個年頭了。這時按照習慣，他要回到朝廷重新述職，並向皇帝表示效忠。這位長官離任期間，他的職位由他的第2副手接替，此人是教团的公開敌人。神父們深信，他不僅會是對他們工作的經常威脅，而且還會盡一切努力把傳教士們趕走的。神父們是因為上面已經提到的最近騷擾，才這樣深信不疑，也因為他曾屢次向他們發出過恐嚇。然而，看來似乎是老天要用一種頗為不平凡的方式，使他們擺脫恐懼和危險。就在他要走馬上任的2-3天內，在他赴衙門的途中，他摔倒在路上，來不及被抬回家便死了。由於他的死，第4副手就全屬長官之職。此人不僅是神父們的朋友，還是他們的特別保護人。這一恐懼的消除，教導了神父們以及別的人，福音的宣講者始終是在上帝的保護之下工作的，而且困擾他們的各種麻煩，不是被上帝所排除，就是被轉化為好事。第9章，利瑪竇神父抵達皇都南京。當耶穌會的史塔元神父從日本返回中國時，利瑪竇神父便趁他到來的時機，要把教團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，使之更牢靠，而且能得到更廣泛的發展，而且和他們所宣講福音的偉大相稱。他已經成功地在教團內停止使用小牧師一詞，也就是对低級牧師的貶稱，這是對神父們的稱呼。然而，這一點對普通百姓卻更為困難，因為神父是獨身者，有一個教堂，並在規定時間做祈禱。這名稱本身就妨礙取得顯著的成就。再者，神父和中國寺廟的和尚所行的某些職能有類似之處，使得百姓們用同一名字來稱呼這2種根本不同的東西。因此，利瑪竇神父對史塔元神父說，他認為如果他們留鬍子並蓄長髮，那是會對基督教有好處的，那樣他們就不會被誤認作偶像崇拜者，或者更糟的是，被誤認為是向偶像奉獻祭品的和尚。他解釋說，那些和尚按規定要剃得光光的，頭髮要剪乾淨。他還說，經驗告訴他，神父們應該像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裝束打扮，他們都應該有一件在拜訪官員時穿的絲綢長袍。在中國人看來，沒有他，一個人就不配和官員，甚至和一個有教養階層的人平起平坐。最後，他勸史塔元神父說，利瑪竇神父本人應當盡快努力開闢另一個駐地，其理由如下：首先，邵州氣候不良，短時間內便使教团付出了2個生命的代價；或者，如果這理由還不夠充足，那麼開闢第2個駐地也是有利的，這會增強教团的安全，整個事業的成功也會危險較小。如果一處駐地遇到災難的話，史塔元神父認為這些請求是非常合理的，所以予以批准，並且親自負責把每項請求都詳細地報告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神父，也報告給聖父教皇。邵州的神父們逐漸習慣於這種新裝束，證明很合中國人期待的意。因為按他們的禮節，
他們現在能夠把神父當作同僚，從而更隨便地交往，但他們不能跟他們自己的向偶像獻祭品的僧人也这樣做。官员和上等階級的中國人開始很禮遇神父，因為他們欽佩神父的學識和品德，兩者都是當地僧侶明顯缺乏的。另一方面，百姓卻苦於看不出這一點，認為所有的教士都一樣。上等階級害怕跟那些穿着不合本國風俗的人交往，會有失禮儀和高尚風度，因而不能把神父當作同僚來對待。這有一半也是神父的過錯。當教士到官員的衙門去時，他們遵守來訪的知識分子的禮節，而與老百姓的禮節不同。這本身又使得官員們在訪問教團時也同樣有禮節。這裡或許要適時離開話題，糾正一下某些歐洲人的下述看法。在中國的耶穌會神父極力想得到中國授予的科學學位，他們在這裡被看成是歐洲人，而不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。中國人贊成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：士大夫階層，也就是知識分子，無論在哪裡生活，舉止都應當如此，遵守所在國的風俗，穿上當地所習慣的衣服。不幸的是，在廣東省，神父們沒能擺脫討厭的和尚的稱號。幸而使他們受益的是，從他們到達其他省份的時候起，他們就被認作是有學識的階層了。再談另一個駐地的開闢，下一年，也就是1595年的5月，出現了嘗試的好機會。於是利瑪竇神父想利用時機，馬上前往南京。這件事的經過如下：兵部的第一副手，中國人叫做侍郎的，離任退休了。他在國內獲得許多崇高的讚譽，在廣西省，人人都很尊敬他。就在這時，有消息說，日本的首相豐臣秀吉已經開始進攻朝鮮。這個國家既是中國的鄰國，又是中國的附屬國，因此中國皇帝決定派遣一支8萬多人的隊伍去援助他。他必須選擇能征慣戰的將領去打仗，於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為他原來的職務，但這次是在京師，他的職位要比總督高。此人有一個兒子，約莫20歲，他因為參加進入最高學士階層的考試失敗，害了神經抑鬱症。父親想盡方法使孩子恢復正常，但沒有效果。他那樣愛他的兒子，便帶他一起到朝廷去，認為信奉唯一天主的神父們也能用祈禱和陪伴，從而使孩子恢復精神健康。於是他把軍官招來，叫他特派一艘帆船接神父去見他。在場的官員們吃驚地看到神父們受到如此的尊崇和禮敬。互相致以官場的寒暄之後，他提出了有關歐洲和基督教的各種問題，從這些題目又談到另一些。最後他說起他的兒子，如果有可能的話，請求神父們想辦法治療他的病。利瑪竇神父回答說，短期內不能指望做到這一點，又說他願意把孩子帶往江西省旅行，希望在那裡能使他恢復正常。這個建議，孩子的父親很樂意接受，他馬上命少州長官發旅行執照給神父們，蓋上他的官印，給予利瑪竇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權利。他自己繼續趕路，而利瑪竇神父則在第二天出發，攜帶着2名來自澳門的青年，他們是耶穌會的新信徒，還有2個僕人。一行人在江西省的第一座城市南安相會，這裡有許多來自南京的基督教新信徒，他們用手推車協助這一行人翻過山崖，幫助甚大。梅陵山屹立在2河之間，標誌着2省的分界線，越過它要花1整天時間。翻山的道路也許是全國最有名的山路，從山的南麓起，南雄江開始可以通航，由此流經廣東省城，向南流入大海。山的另一面是南安城，有另一條大河流經江西和南京，途經很多其他城鎮，向東流入大海。許多省份的大量商品和貨物抵達這裡，越山南運。同樣的，也從另一側越過山嶺，運往相反的方向。運進廣東的外國貨物也經由同一條道運輸進入內地。旅客騎馬或者乘轎翻山越嶺，
商貨則用駝獸或挑夫運送。他們好像是不計其數，隊伍每天不絕於途。這種不斷交流的結果，使山兩側的2座城市真正成為了工業中心，而且秩序井然，使大批的人連同無窮無盡的行裝，在短時間內都得到輸送。山衛2省共有，他們被一座建在絕壁上的大門分開來。過去此山不能通行，但科學和勞動打開了一條大道。翻越它的全程都是穿過覆蓋樹林的多石地區，但是歇足地和路旁旅店也同樣一路不絕，以致人們可以平安而舒適地日夜通行。邊防軍和川流不息的旅客足以防強盜，而道路從來沒有被破壞，哪怕是山洪冲毀過。山頂有一股乾裂的泉水，還有一座大寺廟，有邊防軍把守。從這個地點可以飽覽相鄰2省的壯麗景色。過了山嶺之後，我們就在這南面的安息地停留一下，因為這就是南安一名的含義。利瑪竇神父在這裡遇到許多前來看他的好奇觀眾，因為他在邵州享有盛名。還有謠言說，封疆大吏已經邀請他乘船遠遊贛州城。這次旅行期間，利瑪竇神父屢次登上那位官員的船只，他們常時交談，雙方均感滿意。內容涉及歐洲的風俗習慣和科學進步，還涉及基督的法律。他始終歡迎神父來訪，有時邀請他赴宴。整個旅途中，來看望神父的官員和其他客人接連不斷，他簡直沒有時間去照顧那個患病的兒子。事實上，孩子的父親有意在拖延時間，結果是利瑪竇不僅跟父母，而且跟家裡的其他成員都發展了友誼，這對旅行的成功有很大的幫助。在贛州城有一位總督，他比某一省的总督更有权力，他稱作4省總督。4省是江西、福建、廣東和湖廣。這樣稱呼他，並不是因為4省全都歸他管轄，而是因為他管轄由上述4省劃出的小片地區所組成的2個地帶。這種安排有特殊的原因，不同尋常。從前這個地方盜賊橫行，當他們從一省逃往另一省時，要把他們缉拿歸案很不容易，涉及的官員越多，就越難達成協議。因此，各省賊經常出沒的鄰近地區就被單獨劃了出來，置於一個當局管控之下。新總督略施小計，使用軍警，馬上就把盜賊消滅了。指揮一般軍人的全體軍官都屬於北京中央的兵部，因為利瑪竇隨同旅行的是一位中央機構的侍郎，所以他在贛州受到盛大的歡迎。離城還有1英里遠時，3000名兵士就全副披掛，攜帶武器，旌旗遍地地迎了上來。帶頭的統領們在他經過時舉槍致敬。河道在這個地點不很寬，在它的兩岸，百姓的隊伍儀仗盛大。他進入城市時，當地的總督和官員都來致敬，他們還向他贈禮，供應膳食和住宿。後來又以他們所掌握的全部場面舉行盛宴款待他。夜間增強了對他船只的守衛，無論他一行人在何處停留，都要重複這裡的場面，甚至還更盛大。這才是中國百姓對於大官的尊崇和禮敬。從這個城市過河，要通過一座用許多船連接起來的橋。這座橋每天只打開一次，讓船只通往上下兩方，但需交納規定的過橋費用。為了過橋方便，利瑪竇神父登上一隻小船，隨大船通過。過程之後，你就來到一個地方，那裡有第二條河與你所航行的河流匯合，流量也增大了。離這裡約30英里遠，河床上布滿峻岩林石。這段河流被視為危險區域，因為船只常常在這裡出事。這兒遍布無數的渦流，奔流湍急，舟人若無經驗，船只就會陷入急流，撞在岩石上，喪失形狀，乃至於喪命。此地叫做18灘，得名於18處危險地點。它確實頗為奇特，就在這灘地的中央，人們碰到一段河道，淺灘處處，怪石林立，好像是有意安置在這裡的。
這段危險河道的前面有一座佛寺，舟船和旅客都有為了航行安全而去祈禱的習慣。侍郎本人也遵守這個習慣，但不太成功。他自己乘的船，因為水手多，舟人努力，所以躲開了礁石。他的第二艘船載着他的家小，撞到一塊岩石上，但沒有人喪命。船身高過水的深度，船上的人都湧到上面艙板去。船上有許多女人和孩子。當船觸礁時，他們大聲哭喊，儘管他們實際上並無多大危險。利瑪竇神父頭一個聽見他們的哭喊，便乘着他們的快船趕去救援，把他們都接上船，然後才跳進一艘小艇，去探明安全的航道。這位大官肯定被這場意外事件嚇壞了，他馬上傳話給贛州城，派2艘大船來接應他的妻小，但没有忘記衷心感謝利瑪竇神父，請他登上自己的大船，等待另一艘船從贛州到來。這艘船不久便來到了，他是同一天到的，但直到夜晚，他們才把女人和兒童接上船。他們第一次失事，還只是災難的開始。利瑪竇神父也注定有份兒。碰巧他的船在深水中航行，離礁石還有一段安全距離。這時一股強風吹向一側，起得非常突然，使舟人來不及轉帆。他掠過船面，把他們都刮落水裡。利瑪竇神父被刮進河道，因為不善游泳，他只能听天由命，任憑在這種特殊的方式之下喪生。他在水下覺得手被繩子擦了一下，他抓住繩子，拉了又拉，終於把頭露出了水面。繩子就繫在他船上，所以他抓緊它，直到他爬上一根漂浮的木頭，他就在那上面滑動，終於碰到他自己的書箱飄過，他抓住了它，才得以活命。船身造得高，倒下之後仍然浮露着。最後他和幾個人設法爬上了船。他的同伴巴蘭德，也就是前面我們提到過的年輕人，卻沒有這樣幸運。他一落水便再沒有出來，他可能沉入河底了。所有其他的人，包括孩子，甚至於懷裡的嬰兒，終於都被救起了。利瑪竇神父為他同伴的死深感悲痛，他曾認為他會有遠大前程的，因此對於應否繼續旅行，他深深感到疑問。然而他鼓起勇氣，信賴神恩所賜的美好前景，仍決定實現計劃。使得神父2度遇難的那位大官本人，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行裝丟光。潛水者從河裡撈起來的那部分已經被水泡壞，不能再用。他在災難中仍然記得派一名差人去見利瑪竇神父，轉達他對神父的青年同伴之死的哀悼，還送他足夠的錢來支付喪葬費。沿河一直航行到了吉安城，這是一個著名的人口眾多的樞紐。這裡颳起了夜風，猛烈地把船只吹得四下分散。這裡再度沉船的危險迫在眉睫。中國人把這些事故看成是不吉祥的兆頭。那位大官對於前景感到驚恐，決定放棄水路，改從陸路前往北京。旅途費用由國庫開支，而在一些驛站還供給旅客馬匹、轎子、挑夫以及一切其他必需物。就是在這吉安城，那位大官想到應該把利瑪竇神父送回邵州，免得自己會因在戰爭恐慌時期把一個外國人帶進京城而受人指摘。神父聽說就要發生的這件事，惶恐不安，就把官員的2個僕人找來，拿一副玻璃棱鏡給他們看。鏡子以極為鮮豔的色彩反照出山河的兩岸及城鎮本身，使他們很歡喜。他說他打算把這鏡子送給他的英雄將軍，但他渴望預先知道將軍是否要把他帶往北京，因為他不願回到邵州而又沒有這面鏡子。他的意思是要他們打聽第2天他們的主人做出什麼決定。他們早就知道這一點，但以為鏡子是個無價之寶，他們就決定把這一切都告訴將軍。於是在他們再度出發的前一天，將軍就派這2名僕人去告訴神父說，他正打發部分行李和幾名仆人從水道出發，如果神父願意，
他可以跟他們一起去到南京。神父說，如果能得到将軍的同意和所必须的护照，他很樂於這樣做。然後利玛窦神父去拜見將軍，把玻璃棱鏡送給他，他猶豫不受，最後才勉強收下，對神父们為他所做的一切感謝不止。後來他們談到利瑪竇神父將要登陸之處，他勸神父在江西省省會南昌登陸。他從前在那裡擔任過主要官員的職務，現在仍有很多朋友。利瑪竇神父則願意去南京，他一直很谦恭地堅持要去南京，最終他的願望得到了同意。於是將軍命令吉安縣令把旅途所需的文書交給利瑪竇神父。這些文書寫明利瑪竇神父在中國的時間長短和他住過的地方，並允許他訪問南京和浙江省，官員們不得對他干涉。利瑪竇就滿懷希望地前往南京。旅途中他有時還有一對衛士，因為他是和侍郎的2個家人同行，凡是他們停留的時候都有軍警迎接。大家都認為，如果將軍本人不在船上，至少他必定有一個兒子在船上。利瑪竇神父怕遇到麻煩，沿途很少登岸。最後他作為侍郎的一名僕人，在上述省份的省城登岸。他位於該省的北端，大約是北緯29度，但他不知道到哪裡去找他準備投信的朋友，就決定住進一座叫做鐵柱宮的著名寺廟裡。有關這個地方的傳說是，幾百年前有個叫許真君的人，把大量錢財散發給附近的百姓，這是他把水銀變成高純度銀子得來的。而且據說他用法術使得該城免遭惡龍為患，用泥土埋住惡龍，把它拴在鐵柱上，人們還可以在這裡看見鐵柱。他們和他的全家帶上他們所住的房屋一起升了天。這座道觀的規模和景色很值得觀賞，它四周是連綿不斷的市集，幾乎想要什麼東西都能買得到。寺內的住持都是前面稱作道士的祭拜偶像者，他們都蓄着長髮長鬚。當利瑪竇進入道觀時，一群好奇的群眾圍攏過來觀看利瑪竇神父。事實上，當他立船時，人們已經開始增加，而且繼續增加，直到他到了這座寺廟。在城裡看見一個外國人，他們感到很奇怪，簡直是神奇。他們一致認為是寺內神像的名聲才引得外國人從遠方異國來看他。他們很快發現他並不拜神像，於是他們當中有人勸他別忘了敬神，因為即使最高的大官也敬神。當他們看到他不聽他們的勸告時，他們就拼命恐嚇他，警告他說，如果他固執不化，就要遇到邪魔。利瑪竇對他們的請求仍然充耳不聞，他們正要用暴力把他拉到神像前面。這時船上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對激動的群眾說，這個外國人是不拜偶像的。這看來使他們平息下來，因為中國人對於宗教的事情從來不採用武力或強制，對外人尤其如此。在這方面，他們容許有完全的自由，或者可以說，這種宗教自由來源於他們當中的宗教派別極其混亂。而在某種方式上，這個事實對於我們在這裡的目的同樣也幫助不小。觀看的群眾越來越多，這對利瑪竇神父並沒有特別的好處，所以他退回船上，很有禮貌地解釋說，他是隨兵部的一名侍郎到這裡來的，此人在城裡是盡人皆知。第二天，將軍的僕人去拜見他們主人的朋友，他們待僕人都很好，特別是總督的醫生王繼樓，在他們離去時還送給他各種禮物。剛一過這個城市，就到了一個湖，也就是鄱陽湖，因為它的面積，也因為別的原因，它很值得一提。環繞它的整個沿岸，極目瞭望，只見無窮無盡的層層城鎮村寨。從這裡可以有水路到福建省，再從那裡東至大海。期間有一個城市是南康，坐落在廬山腳下，山上有很多隱士，住在一個個的洞穴中，從事嚴格的修煉。他們說，這些洞穴的數量正如一年的天數一樣多，
而且奇怪的是，儘管天空總是晴朗美麗的，這座山始終是雲霧繚繞，雖則它近在咫尺，但從湖上怎麼都看不見它。從這裡，河水的潮流方向對於向南京進發的人很有利。在這個地方，它流得那麼緩慢，你簡直注意不到它。這使得在這一片廣闊的水域裡，處處都可航行順利。就在你離開湖之後，朝着南京方向航行，就有一條來自湖廣省的大河，在它的主水和利瑪窦神父所走的那條河流匯合處，失去它的名字。因為河身寬大，它就叫做洋子，意思是海洋之子。有的地方它有2-3英里寬，在這些地方航行是危險的，有時海洋之子像父母親一樣風暴猛烈。這條河水是那樣洶湧激盪，即使一名擅長游泳的人也很難在裡面存活下來。中國人不大敢冒險嘗試它，當他們膽敢冒險時，常常會遭沒頂之災。大船在它上面行駛，小船是有時能夠，我們的大帆船則能從大海遠航到這裡。再往前，因為有幾條小河注入，它的河面加寬了。他們在這條河裡夜晚不航行，而是停泊在港灣，要起風暴時也是不航行。每逢滿月或新月，海水會沿河向上湧到這個湖裡，在其他時候則不明顯。儘管在南京經常能嗅到海水氣味，這裡的河水卻是清新的，沒有鹹味。利瑪竇神父到達南京，就前往郊區的一個住宿地，將軍的僕人就在這裡離開了他。這2個章節的正文部分結束，後續是一些評論。讀完這2個章節，我們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思考以下問題：第一，文明兼容的代價，從禿頭僧到美髯公。利瑪竇敏銳地發現和尚在中國地位低下，於是下令神父須鬍留髮，穿絲綢長袍。這種降維適應雖然打開了社交大門，但也留下了一個千年悖論：如果信仰必須通過假裝成對方的樣子才能傳播，那傳播的究竟是福音，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入鄉隨俗？中國人只認階級，不認真理。如果你穿得不像一位官員，你的神在中國人眼裡就是個乞丐。第二，救命恩人不如護照安全。侍郎的船翻了，利瑪窦冒死救人，但在進入京城前，侍郎卻因為怕帶外國人回京，影響到自己的前途，從而想趕走利瑪竇。這種恩義與政審的博弈，揭示了明代文官體系中那種徹底的精致利己主義。在中國文化下，權力帶來的恐懼永遠大於恩情激發的良知。第三，玻璃稜鏡下的降妖伏魔。利瑪竇靠2塊玻璃稜鏡忽悠那是能照出江山色彩的寶物，才換來了去南京的護照。這是否說明，在中國官員的眼中，西方最頂尖的科學不過是拿來把玩的奇技淫巧？他們最感興趣的從來不是背後的物理學，而是它作為高端禮品的敲門磚價值。科學被當作方術，真理被當作玩物，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初期最深的誤解。第四，鐵柱公的龍神與無名氏。道士們試圖用武力強迫利瑪竇拜偶像，卻被一個陌生人的話輕易平息。這種所謂的宗教自由，其本質的本質其實是大家都不確定是哪個神更靈，所以誰也不敢徹底得罪誰。這種混合了迷信與圓滑的兼容性，正是中國文化始終無法建立單一絕對真理體系的原因。這種自由不是源於尊重，而是源於信仰的混亂與虛無。雖然利瑪竇在贛江的支流中抓住了書香，保住了性命，但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，南京和北京的官場比那18灘的礁石和暗流還要深不可測。您認為，當利瑪竇穿着這身精心準備的絲綢長袍踏上南京碼頭時，他是覺得自己離上帝更近了，還是覺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入一場規模宏大的中國式角色扮演的遊戲？在評論區說出你的看法。好，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。今天我們讀了第8章，
史方喜神父逝世。第9章，利瑪窦神父抵達皇都南京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。